德尔菲这一个被天神宙斯定为世界中心的神秘地方，早在迈锡尼时期就已经是大地女神的圣所。前8世纪左右，太阳神阿波罗取代大地女神盖亚，成为了这里的主神。著名的阿波罗神谕，更是让这里成为了一个最负盛名的泛希腊宗教崇拜中心。在古希腊世界的众多神谕中，德尔菲的阿波罗神谕被认为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处不在的存在。无论是神话中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悲剧故事，还是历史上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对波斯发动战争的结局，雅典著名的立法者梭伦信法改革的丰功伟绩，甚至连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壮举，背后都有德尔菲阿波罗神谕的影响和启示。这下面是可以下去的，这不上来了吗？哦，锁着了，小心点，小心点。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来求神谕的这些信徒，包括皮提亚自己，在这个进入阿波罗神庙的时候，都要在这个地方沐浴。这就是当时的2个圣泉之一的卡斯达尼亚圣泉。那么这个圣泉呢，我们看到就这树挡着，现在不能进去啊。它是在2座山的中间这个大峡谷缝里面流出来的，泉水会从上面顺着那岩石缝里面流下来，然后从这儿下去沐浴吧，对吧？你看我们旁边的这个水就是同一个泉眼里流下来的，只是它现在相当于是改了个道了，从旁边溢出来了，而这边呢就可能地质变化什么，它就这个堵着了，干涸了。你看那个，看得到吗？现在你刚才说那个图上没有的，从这儿看出那岩石上的那个看出来的神龛，那个地方呢就是圣泉的源头，并且这个水呢今天是可以饮用的。这儿就是卡斯达尼亚圣泉，应该是从迈锡尼时期一直流到了现在，持续不断的在流那么这个圣泉呢，我们刚刚说了，这个神庙的最高祭司皮提亚，包括来求神谕的信徒在那儿以前呢是留在那儿，沐完浴之后过来。据说罗马皇帝哈德良在他登基之前，就是因为喝了这儿的圣泉之后登基了。
所以认为这一个圣泉给了他非常这个大的一种力量，所以呢，他把这个圣泉呢围起来，不让任何其他的人来喝这个圣泉。如果别人喝了，别人一当皇帝他就得下去了。所以呢，哈德良就自己喝完当了皇帝，把这个地方霸占为自己的了，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喝。今天我来喝一个试试啊！尝一口有什么特别的那个？有没有皇帝的味儿？啊，甘露啊，这个。也可以试试，非常清凉，这就是泉水，这是没有经过污染的。他也想喝一口圣泉的，回去当他的王。甲壳虫王，矿物质丰富是吧？因为这儿长了很多青苔，长青苔证明它没有污染，是不是啊？我们现在呢，就相当于是顺着当时那些来求神谕的信徒们走过的这条路往前走。他们也是在这儿沐浴完之后就顺着这条路往前就要到这个更高处的阿波罗神庙去求神谕。为求一则神谕，信徒们通常都把自己最珍贵的祭品带到德尔菲。一时之间，在德尔菲圣所有限的空间内，充满了来自古希腊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风格各异的纪念性建筑和雕塑。可以想象，当时在这里所呈现出的简直就是一幅万国博览会的盛况。如今，在德尔菲考古博物馆里，我们还能看到这些令人惊叹的展品。到公元前6世纪时，德尔菲的声誉和财富都达到了巅峰，以至于公元前582年的阿波罗节日里，在原本只有音乐比赛的庆典活动中，又加入了名为皮提亚泛希腊运动会的体育比赛活动。从此，皮提亚运动会也成为了与古奥林匹亚运动会、内迈尔运动会和科林斯地峡运动会齐名的古代4大泛希腊运动会之一。遗憾的是在公元前373年的一场大地震中德尔菲圣所里面所有的建筑都被摧毁了。尽管阿波罗神庙呢很快就在原地重建了，但是德尔菲曾经的辉煌呢，似乎也开始渐行渐远。直到古罗马时期，来自德尔菲阿波罗的神谕就变得越来越少。文献记载的最后一则德尔菲的神谕，是公元362年给罗马皇帝叛教者朱利安的。这则神谕说阿波罗的居所已经坍塌，圣泉的水已经干涸，阿波罗将再无神谕。在公元390年，拜占庭皇帝狄奥多西一世颁布禁止一切异教崇拜活动后，阿波罗神庙连同整个德尔菲圣所一起被摧毁。曾经声名远播的阿波罗神谕，也在势不可挡的基督教时代的进程中彻底终结了。
就感觉是从我们的世界要去阿波罗的世界的感觉。时不时的太阳从这个树缝里晒下来，好像就是阿波罗在欢迎你，因为阿波罗就是阳光之神嘛。你看一个一个在太阳晒下来的这个强光，好像就在鼓掌欢迎欢迎。Το μουσείο δηλαδή κάθε Τρίτη 10 ώρα ανοίγει. Όλες τις άλλες μέρες 8 με 8. Αχα, ωραία. Θα σας το πω, Ναι. μέχρι να επισκέπτεται θα ανοίξει το... Εντάξει, ευχαριστώ πολύ. Καλή συνέχεια. Γεια σας. You know what? Like for your blunder, you should take mine also. Okay. 好，我们这就进入德尔菲考古遗址了。今天呢，因为是星期二，所以呢，这个考古博物馆啊，要到10点钟才能开门。是夏季的每个星期二吧，都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先到这个遗址上了。遗址呢是正常的早8点到晚8点。我们刚刚呢从圣泉那儿沐完浴了啊，然后呢就慢慢的朝这个圣所的方向走。到圣所之前呢，我们还要经过一个这个罗马时期的阿戈达，一个求神谕的人啊，在卡斯达尼亚圣泉沐完浴，就朝着这个圣所的方向走。那么走到真正的圣所大门外面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小商铺啊。前面的这一小部分遗址呢，就是罗马时期的，叫阿戈达啊，就是一个小市场。它是干什么的呢？和今天的一些寺庙啊什么一样的哈，在外面呢，它会有一些小商店啊，给你卖纪念品啊，卖什么香火呀啊。这个地方呢，在罗马时期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是来卖一些小祭品的哈。我们待会儿在这一个博物馆里能看到，从这儿发掘出来的，从神庙里面发掘很多很多小祭品。买完祭品之后，才正式进入这一个圣所的圣道。祭品就是送给神谕的这些礼物嘛，那应该没有门票之说吧？他们买的祭品应该比门票要贵很多吧？我们看到前面啊，才正式进入圣所。这圣所的范围呢，是由一个非常高大的墙，由巨石组成的墙，一直到上面我们可以看上去，整个一道墙啊，把这个里面的各个城邦的珍宝馆、阿波罗神庙和这个剧场什么都圈在里面的啊，里面才是圣所啊，这就是相当于进入圣所的大门了哈。这一进来呢，这儿就叫圣道了。我们现在就正式进入圣所了。在进入圣所的时候呢，我们在左右两边，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一个大理石的台基呀，这一些呢就是各个城邦啊，他们会把自己的一些大型的雕塑啊或者青铜制品呢展示在这两边。当然这些东西呢也是祭品啊，也是送给阿波罗的。所以啊，这一路上走上去呢，我们可以想象啊，两边是各种各样的奇珍异宝、一些大型的雕塑、青铜制品，就像这上面写的哈，它是阿多斯的国王，应该是一组马车还是什么非常了不起的一件祭品啊，就在这儿展示着。这个展区呢，它不是说你哪一个王国的把你的东西展示在这儿，你这个东西就永远在这儿。如果有一天另一个城邦把他自己更大型的、更了不起的这些祭品要送给阿波罗的话，可能你就让位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些展台呀，它是轮流着，谁的更好，就享受这一个最好的展位。
一个求神谕的从这路上一走过来，哎呦，这个东西真了不起！一看，哦，这是阿尔戈斯的，哎呀，真了不起！再走了往前一走，看到之后，哎，这一个是科林斯的，哇，科林斯更厉害。所以这是无形之中呢，是对这一个，当时的这些人们啊，对这个希腊各个城邦的这个政治也好、经济也好、艺术也好等各种实力有了一个宣传了各个城邦做自己的宣传在这儿，这就相当于是一个万国博览会嘛。除了这一些这一个放在室外的这些大型雕塑之类的展品呢，还有呢就是各个城邦呢会把自己的一些小型的祭品放在一个属于自己城邦的被称为这个宝库也好、珍宝馆也好的这么一个进驻里面。当然，除了里面的这些展品，这个进驻本身呢，它也是来显示城邦的这个实力的。好，我们从圣道开始往前一直顺着上坡走，走到第一个拐弯的地方在这个拐弯的地方我们就能发现有2个这一个珍宝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左手边的这个珍宝馆的遗址这一个呢，它下面是有这个铭文标示的。这一个珍宝馆呢，是这个维奥蒂亚地区。也就是我们这一路上的第二个了，这个就是雅典的珍宝馆这个雅典的珍宝馆呢，据这个考古学家根据这些发掘出来的这些铭文这些进驻的这些产品发现了这个珍宝馆呢是在当时所有珍宝馆中最这个闪亮的一座珍宝馆。我们看到它上面的一些雕塑描述的呢是赫拉克利斯的12大公鸡以及特修斯的一些故事吧。哎呀，就是应该这儿这些平台呀，这也都是展柜嘛，看着形状这都是展东西的嘛。展台展台，这个展台那这个柱子呢，本身它可能也是作为当时的一个祭品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爱奥尼亚式的柱子看这个大理石也是帕罗斯的这个大理石，装饰的这个花纹都是非常精细的。这上面呢，可能还有展览过其他的什么东西，因为上面有3个柱子吧，金属的。上面呢就是阿波罗神庙，在19世纪末树立起来的修复起来的。它这个地基墙的下面这儿有一个比较粗的这么一个柱子，这个地方据说是狄奥尼索斯的崇拜地。太阳神阿波罗呢，每年在这儿有9个月，所以呢这9个月呢从3月到11月，人们到这来求神谕。那么在冬天的时间呢，他不在这儿了他到了哪儿度假去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就交给狄奥尼索斯来管理了。在它的圣坛的位置呢，我们看到在后面一点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形的一个基座，看到吗？那个基座上呢就是竖立着纳克索斯人的那个狮身人面像，就竖在那一个基座上面高达12.5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象12.5米的时候都差不多快跟上面的阿波罗神庙高度呢差不了多少。过了这一个狮身人面像的这个柱子之后，再往这边来呢就是雅典人的长廊这个长廊呢就是连着珍宝馆这儿修过来，我们看到小小的一个长廊，请不要触摸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能看到一个很著名的蛇柱这个东西呢，我们看出它是由3条蛇一起缠绕在一起然后在最上面呢，3条蛇的头分开，支撑着一个黄金打造的三脚架。之所以修这个东西呢，是因为在公元前479年的时候，在波西战争中波斯人最终被这个希腊的31个城邦联合在一起，把他们给彻底打败了。打败之后呢，这些城邦呢就缴获了很多的一些战利品。这些战利品中呢，每个城邦呢，战利品中的1/10拿出来修进了这一个蛇柱，包括上面的这一个黄金打造的三脚架。这个东西呢，这儿立着的呢是一个复制品那么它的这个真迹呢，在公元324年的时候被这个拜占庭皇帝康斯坦丁一世把它搬到了君士坦丁堡。如果今天我们去君士坦丁堡呢，还能够看到它的真迹。我们现在下面看到的这个太阳神阿波罗的神庙根据神话故事来说呢，在这一个地方最早期的一座神庙呢，是太阳神阿波罗抵达这儿之后用这个月桂树在这儿做的一座神庙。之后呢，他又用这个蜜蜂的翅膀和蜂蜡做了第2座神庙。再之后呢，有时候有了一座用青铜打造的神庙这都是神话中所说的。而从这个考古发掘的证据来说呢，这个地方其实它有过3座大理石的神庙。那么第1座呢，是由当时的建筑师楚弗尼乌斯公元前7世纪末建造的。那第2座呢，公元前6世纪左右，由这个雅典的贵族出资建造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座呢，是这个公元前330年由柯林斯的一个建筑师建成的。著名的哈波罗神庙里面有一个神秘的阿底董就是皮提亚坐在里面说这个神谕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这个地基上的表面上呢，我们是看不到的，因为这个阿底董它是一个地下室它是在这个中厅，我们看到中间有一个大坑的中间的地方，那儿有一个方的座基，在那个座基跟前面那个比较长的座基之间的那个地方，下面就是阿底董。德尔菲的神谕是阿波罗在每年的3月到11月至今，借最高女祭司皮提亚之口说出。皮提亚通常是一位成年女性，她坐在神庙里一个叫阿底董的神秘房间的三脚架上，就能进入一种神鬼附身的癫狂状态，时而放声大笑，时而失声哭叫，说出来的话也都是一些含糊不清、断断续续，让人无法理解的词句，甚至连说话的声音都会发生变化。来求神谕的信徒，首先要在神庙东边的卡斯达尼亚圣泉沐浴，然后通过圣道来到阿波罗神庙门口的圣坛献活祭。活祭的祭品呢，通常是一只黑山羊。为什么非得是一只黑山羊呢？我们在后面的故事中就能找到答案。话说，当信徒把自己的问题告诉祭司后，祭司会往黑山羊身上泼一盆冷水。如果这只黑山羊浑身发抖，信徒就会被安排进入神庙等候神谕，否则就意味着他这天不宜求神谕，只能改日再来。
入神庙特定区域后，信徒就能隐约听到皮提亚从阿底洞发出的模糊不清的神谕。与此同时，旁边的祭司会帮信徒把皮提亚说出的神谕编排成句，其中的含义则需要信徒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解读。为什么皮提亚只有坐在阿底洞里的三脚架上才能说神谕呢？难道真像古希腊人相信的那样，只有当皮提亚坐在那个神秘的阿底洞里的三脚架上，太阳神阿波罗的神灵才会附身于他，并借他的口说出神谕吗？为了找到答案，研究者们从大量的古代文献中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有文献记载，在迈锡尼时期的德尔菲地区，有一位名叫 Coridas 的牧羊人。他在山上放羊的时候，发现他的一只黑山羊在一条地缝旁边吃草时，忽然发出一种奇怪的叫声，同时还伴随着各种怪异的蹦跳动作。当接近这条地缝查看时，Coridas 闻到了一种奇怪的气味。随后，他就见势癫狂地开始胡言乱语。村里人找到他时，以为他疯了，就把他送回了家。第二天醒来后，Coridas 告诉大家昨天在山上发生的一切，还一本正经地说他看到了自己未来的景象。将信将疑的村民们来到他说的那个地方，他们在闻到了那种怪味之后，发生在 Coridas 身上的现象也发生在了他们身上。此后，这个神秘的地缝所在之地就成为了崇拜大地女神的圣坛，因为人们相信这是大地女神盖亚在向他们显灵，而黑山羊也从此成为了德尔菲神谕必不可少的祭品。Coridas 在闻到这种气味之后的反应，与文献记载中皮提亚坐在三脚架上说神谕时候的反应是一模一样。有没有可能，皮提亚在说神谕的时候也吸入了同样的气味呢？带着这样的疑问，研究者们又发现，阿波罗神庙的祭司同时也是古希腊历史学家的普鲁塔克，在一篇文章中明确记载了皮提亚的三脚架下有一条地缝，有气体和气泡不住地从地缝的水面冒出来的现象。普鲁达克的描述和牧羊人 Coridas 的遭遇，让研究者们相信，在德尔菲地区的地下一定存在地缝和某种能让人致幻的气体。那么，这条地缝到底在哪里？里面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气体？我们又从哪里能够找得到它的踪迹呢？考古学家们根据普鲁达克的描述，于1874年开始对神庙里的阿地洞进行系统性的发掘，希望能够找到那条神秘的地缝和里面的气体。遗憾的是，除了石灰岩地基，他们并没有发现任何地缝的痕迹，更别说什么气体了。这样的结果让研究工作一度陷入了僵局，相关文献的可信度也似乎开始动摇了。大约100年之后，地质学家
Gellert Book 在为希腊政府核电站选址的过程中，在德尔菲地区意外地发现了地缝存在过的痕迹。通过实地勘察结果与卫星图像的对比，发现这里的确曾经有过一条由东往西贯穿阿波罗神庙地基的巨型地缝。而这一个冒这一个气体的地缝呢，就是从东到西穿过了整个这一个地区，从这一个太阳神阿波罗的地基下面穿过。而这个地缝跟卡索提斯的这一个地下泉水呢，正好在这个阿底董的地下交叉了，并且阿底董的位置正好在地缝之上。地缝里的气上呢，就通过这个横走过去的泉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就出到这个阿底董里面了。这个阿底董是一个很小的封闭式的房子，所以那些气体出来之后就充满了这个阿底董。所以呢，这个皮提亚坐在里面就被这个气体给迷幻了。考古学家在阿底董之所以没有找到这条地缝，被认为极有可能是公元前373年发生在这里的大地震，以及数千年来地壳运动而导致的地缝合拢的结果。既然地缝已经合拢，想要直接找到从里面冒出的那种让人致幻的气体，似乎也绝无可能。但是，专家们并没有放弃，他们再次通过普鲁塔克文献中的描述，找到了那个专供神庙祭司使用的卡索提斯圣泉。这是一个由北向南从神庙地下穿过，并且正好在阿底董下方与那一条曾经的地缝交叉而过的地下水源。这一发现让专家们似乎又看到了一丝希望。根据环境化学专家的理论，当地下水冒出地面时，由于突然释放了温度和压力，它会迅速地形成碳酸钙，而石灰岩正是由碳酸钙构成。如果有地下气体在碳酸钙的形成过程中从地缝通过地下水冒出，有些气体很有可能会被困在由碳酸钙形成的石灰岩中。基于这一理论，专家们通过对阿底董地下石灰岩的取样分解、氧化之后，果然收集到了那一种2000多年前让皮提亚犹如神灵附身的神秘气体。原来它就是乙烯。高浓度的乙烯是一种在早期西方医学中的麻醉剂，而低浓度的乙烯则会让人产生幻觉。皮提亚神灵附身现象背后的真相终于被揭穿了。那么，他说出来的神谕又为什么总是很灵呢？其实，有了神灵附体般的氛围渲染作为铺垫之后，任何从皮提亚口中说出的，都会被认为是太阳神阿波罗的话。既然是神的话，那就不容置疑。按照这样的逻辑就算事实与神谕不一致，那也只是人的理解出错了。就像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中记载，公元前560年，当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准备对波斯开战时，他问德尔菲神谕，如果他向波斯开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神谕回答说，如果你的军队进入波斯地界，一个伟大的帝国将被你摧毁。克洛伊索斯对这一个神谕非常的满意，他自以为神谕是告诉他波斯王国将被他摧毁，而事实上克洛伊索斯入侵波斯的结果是吕底亚王国反被波斯国王居鲁士征服，
克洛伊索斯成为俘虏后，托人到德尔菲质问为什么战争的结果与他得到的神谕正好相反。德尔菲方面的回答是，神谕所说的那个即将被摧毁的伟大王国，指的就是他的吕底亚王国。有人说，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理解神庙门口那句“认识你自己”的著名箴言。克洛伊索斯原本可以再问神谕，那个将被摧毁的王国是哪一个？因为他内心过于自负而误判了神谕，最终导致了自己的毁灭。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神谕给出的答案通常都是模棱两可的、开放性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解读它。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德尔菲更像是一个情报收集机构。作为古希腊世界最负盛名的宗教崇拜中心，到这里来朝拜的信徒来自各个地区、各个阶级的都有。神庙的祭司们在与信徒的交流中所得到的，上至城邦局势，下到各地区风土人情等信息，都会被归类汇总、存档备用，就像是一个大数据库，以至于对各种问题都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再加上模棱两可的话术和信徒的心理暗示，大多数神谕给出的答案，就算似是而非，也会被认为是大于非了。最后，就算对一些问题暂时无法回答，神庙也能以各种理由推迟神谕发布时间。就像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前到德尔菲求神谕，结果被告知当日不宜发布神谕，请改日再来。最后，在亚历山大大帝武力逼迫之下，皮提亚不得不说出“孩子，你是无敌的”这句让亚历山大满意的答案，才算罢休。最大的收获是，把以前对他的一些比较零星的了解的一些东西，通过这一次的整合，带到现场的更深入的、更全面的这一个系统化的了解。因为以前你说起这儿来，虽然你说到哪一个地方也都能够说出一点故事来，但是呢，它不是一个有逻辑，没有逻辑的，它不是一个整体的，所以我觉得这也算认识你自己的这个范畴之内吧。对。其实你可以看到，其实你自己可以。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就在德尔菲这一个地方啊，因为它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圣所嘛，但是我们要知道，阿波罗同时他也是音乐之神，所以啊，在阿波罗的节日里面，音乐比赛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呢，在这一个地方呢，就有了这一座古剧场。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座古剧场呢，它属于是比较晚期的，属于公元1世纪，也就是罗马时期的剧场。观众席位呢，大概是在5000位左右。那么在这个之前呢，还有过一座大理石的剧场。这一座剧场呢，就是没有现在我们看上去的这么优美。更早期的另外一个剧场呢，它是由木质的。这个木质的剧场有可能连这些座位一层一层的都没有，有可能就是坐在这个山的这个斜坡上坐着的。如今，
虽然被崇拜了上千年的德尔菲神谕已经不再神秘，放眼望去，曾经无比辉煌的德尔菲圣所也只是一片残垣断壁。但是，它却为人类留下了一份无价的精神财富，那就是人啊，认识你自己。这句刻在德尔菲神庙门口，值得让无数人深思的箴言。这才是德尔菲真正留给世人的一则亘古不变的万能神谕。